坐。谢大人。啊，大人，我来。像徐知府所要树蛙，都唆使了哪些大臣啊？请大人。齐将军、马御史、田祥和、方将军、王督察使，能告诉的小人都告诉了。做得不错。可是我听说这些大臣将军们给徐知府写了书信，而徐知府回信说，今年的树蛙特难捕。这肯定是何秀姑的主意。你越来越聪明了，所以本官唤你来，就是想让你再做一件事。哦，大人请讲。既然徐知府把这些大臣将军们都回绝了，那你就去蛊惑皇后、太后，还有那些后宫娘娘们。若是他们来索要的话，我看徐知府有几个脑袋再敢推辞。哼，那这样的话，他肯定会去捕，而何秀姑又会去阻止，这样矛盾就来了。大人请放心，小人会夸大树蛙的功效。小人马上去做。要记住，要快，但是还要神不知鬼不觉。小人明白。去吧。是。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哥，怎么了？过来。哦，怎么了，师哥？舅舅有些发热，我想我找的草药治不了他的伤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要去玄风寨借仙草。什么？你要是出去的话，被云空寨的人看见怎么办？再说了，玄风寨的人已经把仙草借过你一次了，还会再借给你吗？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舅舅的伤要紧。再说这里离玄风寨最近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好吧，那我把石一叔叫醒，跟他说一声。等等，万万不可！舅舅如果知道的话，一定不会让我去，还是不要让他担心了。我知道，我劝不了你，可是你一定要小心。若是看到文儿的话，向她问个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舅舅交给你了。好。石一叔，你醒啦？哦。如意呢？她怎么了，公主？她……公主，你告诉我，如意到底去哪儿了？她觉得你伤得太重，所以去玄风寨借仙草了。什么？去玄风寨了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拦住她呀？我已经拦她了，可是她就是不听。你现在就去把她给找回来，否则
否则我再也不吃东西了。您别生气，我现在就去把他找回来。您别生气啊！去。我知道了。师哥，师哥，你等等。师哥，师妹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不是舅舅的伤？不是，师姨说他很好，是我不好，说漏了嘴。他知道你要去玄风寨的事，他不想让你去。而且，他说要是你要去的话，他就绝食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都怪我不好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既然来了，也不能这么回去了。那你跟我一起去玄风寨吧，回去再跟舅舅解释。嗯，好。走吧。哎，师傅，我爹又来了。啊，看来又来讨价还价了。哎，真是的，你看我爹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办事还跟个孩子似的？啊，我可以说他，你却不能。他所做的这一切啊，都是为了你。哦。何姑娘，明你见过大人。这大老远的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向何姑娘来请教事吗？大人是遇到什么难处了？你看，这是皇宫下来的令，说是太后、皇后和娘娘们要吃树蛙。那大人想如何处理呢？我这不是没有办法才向你请教来了吗？您不是请教，您来是想说服母女的吧？哎呀，我这个官难当啊！我已经得罪了不少的大臣，我这次要是再得罪太后、皇后和娘娘们，那我头上的乌纱帽可就要丢了。您的心思我理解，但我的态度明确，绝不能拿山民的利益去讨好后宫。可我又没有任何的托辞啊！我相信大人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您对山民们负责，我就对有为负责。我们这儿还有教授呢，那就恕不奉陪。何姑娘，爹，一路辛苦了，回去吧，没事就别来了。师傅，没睡啊？睡不着。想什么呢，师傅？我就在想，你说这太后、皇后还有后宫的嫔妃们，怎么突然就想着吃树蛙呢？肯定是那些进贡的臣子们说的呗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并非这么简单啊。什么意思啊，师傅？你不觉得这事儿蹊跷吗？什么蹊跷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好像有一只手在推波助澜。师傅，您多虑了吧？但愿如此吧。你睡你的觉。
他们呀，已经不再捕树蛙了。看来师傅您对我爹的3令5申呐，让他老人家苦胆都吓破了。那还不是为了你呀？哎呀，这徐大人为了儿子，敢得罪后宫，了不起呀！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我爹还真是条汉子。今天我对你爹的看法也有所改变。其实我现在从心底里也开始敬重我爹了。以后呀，要好好孝顺他老人家。一定会的。啊，还有吃的吗？哎呀，师傅，我一天都在读书，我忘了采蘑菇了。也罢，你也休息休息，跟我一同去采蘑菇吧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怎么会这样？文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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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，文儿？文儿，这怎么了？姐姐，有坏人，有坏人。那仙草在哪里？吃了仙草你就好的。拿走了。是云空寨的人吧？寨主，你先坚持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去找。姐姐别去，都有毒。文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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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姐姐，这个给文儿已经走了。我一定要为他报仇。你放心，这笔账我给他们记下了。师妹，我们要赶紧离开。云空寨的人刚刚来过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该走了。走，过来。怎么样了？高安公主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参见皇后娘娘。我问你，方玉衣，公主怎么会突然病重？娘娘，高安公主本来身子骨就弱，长久以来都一直卧床休养，但这次发烧压了这么久都压不下去，恐怕……那可如何是好？现在只有确定下来，到底因何发烧才能对症下药啊！回禀娘娘，这高安公主原本身子就弱，普通人的小风寒在她身上也难以抵抗，说到底还是免疫力差呀，一时半会儿也不能让她好起来，只能靠她自己慢慢熬过去。我们也只能给她开一些滋补性强的药方。赶紧开呀！你们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快开呀！娘娘，微臣斗胆，现在想让公主快速好起来，倒是有个进补的方子。只要能让公主好起来，不管什么方子都行。正是因为宫中没有，微臣才斗胆向娘娘禀报的。其实就是竹林里的野生树蛙，此物虽丑，可是它皮脂里分泌的粘液具有极强杀菌抗毒的作用，堪称药材里的绝物。据微臣所知，徐知府统辖的州县以野生树蛙最为出名。知道了，
本宫自会同皇上说明，让他下令徐知府尽快进贡些野生树蛙来。从未听说过呀。姐姐，你们知道吗？前些日子高安突发高烧，一直到今儿都没退下。要是再退不下来，恐怕就难熬过这个月了。别胡说，隔墙有耳。这话要是被皇后娘娘和圣上听到，你还想不想活命？高安从小就体弱多病，身子骨本来就弱，想必是受了风寒，应该不会有大事的。我们谁也不清楚究竟是何病。不过我倒是听说，圣上已经下令让下面的人进贡上好的精品树蛙给公主滋补身体，那可是个好东西啊。是吗？我听说吃了那东西，不仅可以让皮肤吹弹可破，还可以永葆青春呢。真的啊？我上次听方御医提过一嘴。姐姐，这次何不趁这个机会，让徐知府多进贡一些来？哎，屈公公，奴才给各位娘娘请安，不知娘娘们有何吩咐啊？屈公公，哎，圣上是不是下令让徐大人进贡树蛙呀？是啊。屈公公，我们有件事情，还烦请您帮忙。奴才不敢，娘娘请吩咐。屈公公，我们劳烦您搬圣旨的时候多嘱咐一句，这次就多上贡一些，好让我们这些姐妹们都沾沾光。就是。娘娘，这……屈公公，这是不愿意的意思吗？没有。好，屈公公不愿意也没关系，我们这就亲自去圣上那里反映。不就是几只树蛙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是啊。娘娘，娘娘饶命，奴才不敢，奴才这就按各位娘娘吩咐去办。这还差不多。好了，下去吧。去吧。奴才告退。这灵帖呀，灵得越像越好。我，何姑娘。啊，民女见过大人。哎呀，免了免了。爹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啊，大人请坐。哎呦，我儿字写的不错呀。大人，请。好。哎呀，何姑娘，你看。圣上让您速速送蛙入宫。是啊，太监还说要定期的送，经常的送。你看，何姑娘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倒是想听听大人您到底想怎么办呢？老夫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定报君恩。
你看现在高安公主正体弱多病，圣上下令捕捉树蛙给她补补身子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。可是大人您要知道，这一旦捕蛙之风兴起，几年后必遭虫灾。几十年前，这山民们兴起了吃树蛙，结果蝗虫泛滥，大片竹林枯死。这事，想必大人不会忘记吧？我当然不会忘记，但是这是圣上的旨意，我不能不从命吧？这好办啊，爹，您给圣上啊写一个奏章，把这个事儿说清楚，不就完了？你懂个屁！你这小子，要是圣上知道了，你爹这脑袋就没了。切！按理说呢，这吃蛙确实能够提高免疫力，可是也不是一吃即效的呀。大人，您怎么不想想呢？这早不捉晚不捉，偏在您儿子需要静下心来练武之时，出这么一档子事儿，难道您就不觉得蹊跷吗？这公主之病。啊！哎呀，如意啊，你看，我这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徐州啊？舅舅，我们不用着急，等您的伤彻底好了，咱们再走吧。不急？我怎么能不急呀？上次你去玄风寨纯属侥幸，这次若不是我让公主去找你，你们晚去了一步，我可就真的见不到你了。舅舅不要生气，是我不对，您注意身体啊。如意啊，昆山到处都有云空寨的耳目，咱们还是早些下山去徐州，这样才能化险为夷呀。十一叔说的对，我们在山上多待一天，就多一天的危险。不如我们早些去徐州，说不定我的腰牌还能派上用场。行，既然你们两个都没有意见，那我也没有意见，咱们今天就下山。好。师傅，那您说现在怎么办？那皇上的圣旨都下来了，那总不能让我爹抗旨不遵吧？那是要砍头的呀！师傅，要是解决不了，那只有我走了。他是我亲爹，我就这么一个爹，生我养我的爹呀！如果让我徐有为选择比试，而不管我爹的生死，我做不到。站住！有孝心是好事儿，但不能乱了方寸。哎呀，我知道这让徐大人很为难，看来此事只有我帮他去解决了。师傅，怎么解决？这个你不用管，师傅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你静下心思好好习学，你爹的事就不要多想。可是师傅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？师傅，
如果你去救我爹的话，我就跟你一起。你去何用啊？我去当然有用了。如果你跟我爹再吵起来，我可以从中调解啊。你去了，就正中他们的下怀了。啊？中谁的下怀？有为，你不觉得这圣旨下得有些蹊跷吗？前几日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捕蛙之事好像有人推波助澜，这圣旨一下，我便肯定了我的判断。此事很可能跟那林尚书有关。啊？不会吧，师傅？你说他掺和这事儿干什么？一定是他，所以你必须静下心来习学，才不会上了他们的当。你爹那里，我去处理。好，我听师傅的。圣上让本官送树蛙去皇宫，你们二位呀，速带兵到山村，令山民捕蛙。把蛙捕到以后呢，你们到山上用铁丝网圈出几块地来，把捕到的蛙圈养在里面，随时准备进贡，知道吗？遵命。二位请留步。民女见过徐大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大人是令他们去捕捉树蛙，对吗？哼，大人，您可否听我说两句啊？好，你说吧。我此行的目的，大人应该很清楚吧？哼，你还是想让我去捕树蛙是吧？不错。嘿，这捕树蛙是圣上的旨意，我已经向你说明了，请何姑娘不要再来为难本官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您不能不从命啊，所以我是来帮大人解决问题的。啊？你说？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何姑娘，你讲吧。我知道此事呢，徐大人无法推脱。所以呢，我想替徐大人去面见圣上。什么？这样一来呢，这山林免遭虫灾，您也好逃脱罪责呀。不行，这成何体统啊！我告诉您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哎呀，不，您不用担忧，我保证不给您添任何麻烦。不，这我知道，何姑娘的人品是众所周知的，只是，我让你同去，这有点儿，太不像话了。你呀，还是潜下心来，好好的教他，怎么样？这个大人尽可放心，我一定会安排好的。只要呢您不去干扰他，我敢保证，有为绝不会让你我失望。何姑娘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不能让你去。咱们呀，还是各尽其责。你要是埋怨本官，那你就看看这圣旨啊。我先走了。徐大人啊，您请留步。您知道圣上为什么问您索要树蛙吗？这还用说吗？是为了好吃和治病呗。错啊！圣上是因为受了林尚书的蒙骗啊。此事虽然我还没有核实，但我敢肯定，幕后的推手一定是他。这林尚书，和树蛙有什么关系？这林尚书呀，非常了解我的秉性，知道我一定会阻挠您去捕树蛙的，所以才设了此计。
你说的话我还是听不懂。好，那我就说个明白的，你听好了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干扰我教授你儿徐有为。这是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，你得相信我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那老夫还真的不能去了。哎呀，你看这圣旨怎么办？我不补也不行啊。所以说呀，我帮您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哎呀，这两全其美的办法很难。哎呀，照我说，你还是高抬贵手，让我过了这一关吧。徐大人，您真以为您这树蛙送去了，这一关就过了吗？咱且不说这徐有为能不能入朝为官，就算他入朝为官了啊，您以为您收买了几个大臣就管用了？只要他林尚书还在那儿，不弄死你儿，你就算烧高香了。还有，你忘了，你是怎么入大牢的呀？不就是跟那林尚书吵了一次嘴吗？他就能将你打入大牢。他知道你心里恨他，恨得要死呢。他能让有为在朝安心的为官吗？徐大人，还是那句话，不扳倒林尚书，往大里说对不住朝廷，对不住大唐社稷；往小里说，为了您自个儿，您想想看吧。可是你说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替您去，这事儿就圆满了。哎呀，关键问题我是怕你把事弄得不堪收拾啊！哎呦，那您可太小瞧我了，这点小事儿我办得成。行了行了，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几天呢，你也不要补蛙了，在家好好休息。我呢，就先住在您府上，随后呢，随您一同面见圣上。这你也不说说，你到底怎么做呀？哎呦，这是天机不可泄露的。哎呀，你不说，我怎么敢带你去呢？哎呦，你不让我去，我就不去了。我想去，我立马就能去。那我可以向圣上陈明，你这事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。那我可以解释的天衣无缝，让你辩解无路。哎呀，何姑娘，你这是想害死本官呢？你这……哎呀，徐大人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您是有为的爹，我又是有为的师傅，我怎么会害您呢？哎呀，何姑娘，你看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你总得给我透点口风吧？哎呀，不是我不想跟你透露，我是怕说了吧，你坐立不安，会坏了大事。舅舅，山下的车少，而且我们身上的盘缠也不多了，所以这车，就委屈您老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说的我像有多老一样。我们去许州要走好几天的路，所以我担心您的身体。哎呀，不碍事，我呀有你作伴，再加上有公主在身旁照顾我正是求之不得呢。那我们上车吧。好好好，您慢点。哎。啊，徐大人，我跟您说啊，您要想把这个事儿做圆满了，就得带我去啊。哎呀，关键你老是不跟我说你的想法，我怎么敢带你去嘛？行行，我就实话跟您说吧，其实特别简单。你我面见圣上的时候，那肯定意见相左呀，我就趁机把捕蛙之害陈明给圣上。这是圣上给本官下的圣旨，我让你去，这合适吗？哎呀，我自有我进宫的本事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害着您的。好了好了，您要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话，那咱们就准备上路吧。啊，你的意思是
是准许我去捕蛙了。对，但是呢，不能超过30只。什么30只？这30只还不够一盘菜的呢。这，您放心吧，我也会带上个几十只的。你就再带上个几十只，加起来也不过110只，这还是不够啊。就只能这么多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徐大人，您放心，如果这圣上怪罪您进贡的东西不够的话，这责任我来担，行不行？还有，如果此次我说服不了圣上的话，回来之后您愿意补多少就补多少，我绝不阻拦。好吧，那咱们就明天捕蛙，后天上路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干嘛非要这会儿去皇宫啊？你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教授有为吗？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的脾气，这祸害生灵、影响后事的事儿，我必须得管，要不然别的事儿我也做不了。这林尚书啊，就抓着你这一点了。没错，看来这个林尚书是越来越了解我的脾气秉性了。唉，说吧，师哥有什么能帮上你的？啊，我现在呢，不能回去教授有为，有封信得捎给他。行，师哥明天就给他送过去。师爷叔，您在徐州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什么宝贝，造型奇异、金光闪闪的那种？这倒没有。哎，难道和你们说的刘氏的案子有关？啊？也不是，我们猜测的。在徐州的时候，我请教过一位见多识广的朋友，只不过他也不知道，所以才来问舅舅。哎呀，这就有些难猜了。不过既然和刘氏的案子有关，会不会和你们之前提到的日月石有关呢？日月石，造型奇异的宝贝。对，你这样一说，我想起来，你父亲颇为精通天文历法，早年他在朝为官的时候，还曾经协助过太史令预测过日食。那后来结果怎么样？似乎并没有什么发现。不过后来，你父亲继续钻研天象，还把日月运行的轨迹都给描摹了下来。听说早年先皇在世的时候，就有过一次预测月食，可是失败了，满朝文武颇为不满，满腹的抱怨。可是后来怎样？听母后说起，好像是在永徽元年期间，有一次预测月食就成功了。听说用的是什么环中仪？环中仪？环中仪不是已经流失民间几百年了吗？有可能是张大人把它重新还原了出来呢。父亲做学问一贯是锲而不舍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那公主可见过环中仪是什么样子？没有，估计也没有什么人见过吧。我倒是听你父亲说过。哦，这环中仪形状似球，是用多个大小不同的铜环相扣而成，极为复杂。铜环？铜环？那也就是说，需要好几个人才能把它搬起，是不是？错不了，一定是这些凶犯将父亲的环中仪盗走，在使用的时候，不巧正被刘氏发现，因此才杀人灭口。这些人也太恶毒了，居然杀人灭口。这环中仪是父亲钻研多年的结果。这些人大多是不学无术之人，一定是不得其法，所以才会用种树这种笨方法来记录月相。环中仪可能造型太过醒目，他们怕走漏风声。那既然我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，不如先下手为强吧。嗯。
有为。哎，陈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陈公子，是我爹差使你来的，还是我师傅让你来的？你爹差使的动我吗？那是师傅让你来的呀。哎，你快跟我说说，这些日子我师傅住在我们家，有没有跟我爹吵架？